马来西亚好在哪里？但是呢，不是从我们2个中国人生活在大马的视角。对，我们这次是这几天跟我们那个美国朋友，他是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居住在美国的加州，一半的时间居住在泰国的清迈。但他这次来到马来西亚了，这已经是第4天了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出了一些感叹，我们觉得他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对吧？对，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阅历非常非常丰富的，大部分时间以前是在中国，但后面10多年都已经在美国了，在泰国也居住了很长的时间。那我们看看从他这样的角度，既在东南亚也生活过，然后呢又在美国生活过，他如何看？对，总而言之，他的对马来西亚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认为，就马来西亚简直是跟泰国比起来，跟美国比起来，就是天堂级别的存在了。他只恨呢，就是他从疫情的时候就想办第2家园，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合适的可以办理的渠道，因为第2家园当时关闭了嘛。对，后来打开来时候，也很短暂，他已经办理了泰国的。现在呢，第2家园又处于还没有开启的一个状态嘛，并且可能在马来西亚置业也并不是他的一个想法，他还是希望能够轻装上阵。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他对马来西亚的评价极其高，尤其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带他集中的去领略了马来西亚的风土人情之后，他经常发出他这也是太幸福了吧，他经常发出这个你们在这里真的太幸福了的感叹。那我们一样一样说吧，吃。他有过一些什么评价呢？从他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他吃的评价，首先是他认为这里的这些华人传统的，像潮州菜啊、广东菜啊，他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和保留。那他的对比的就是在泰国吃到的这些华人餐，他认为多多少少已经是完全不正宗了，可能是有华人餐的影子，比如讲说泰国比较著名的这个卤猪脚、炖猪脚，但是它会给你搭配的就是泰式的那种酸辣的调料，然后整个的风味来说的话，你其实完全吃不出这个可能是中国以前南方菜系的味道。然而你在这个马来西亚，你可以非常轻易的吃到所谓的古早味嘛，这个古早味我们以前采访很多 SME 的档口的老板，我们听到他们讲，就是我方子没有改过，我以前祖先怎么样做的，我现在也是怎么样做。他这种传承是延续性的，包括他的档口，他可能会聘请这个华人，或者是他自己亲自是要在灶台上忙碌的。所以像这种饮食上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对他来讲的话，他是非常感叹的。对，尤其他呢告诉我们，在泰国的话，因为早就华人不用也不能去学华语，那大家在文化上进而这种融合也是变得很深度的。你知道是一家泰国餐厅，也很少会打出一些中文的招牌。那看起来就是他们对菜式的改造也变得比较厉害了。不如这边他感觉吃的品类更加丰富吧，他感觉对吧？各种中式的都有。他感觉到那边的所谓的这个华人餐，其实是中国现在近几年的大陆的企业和个人到那边去开设的大陆风味的，这并不是像在这里能够吃到的非常非常传统的潮州菜系、客家菜系、福建菜系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而且选择的这个菜式的种类也是很少，对，非常单一的，所以他一直给马来西亚的美食，他认为是吉隆坡，至少他认为我们所在这个雪隆区域是一个美食之都。对，他 highly recommended。那然后他自己还跟美国去比较嘛，他说他在这边吃到的鼎泰丰也是他在全球各地吃的鼎泰丰里面最好吃的。他说比如讲说自己因为他的先生是美国人，在这个美国吃到的鼎泰丰，他们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嘛，鼎泰丰做完之后要把它晾到温凉的时候，就那个小笼是指对吧？对，那个小笼上来都已经是温的，它不是烫口的，这个是绝对的，应该说对小笼口味的一个减损，对吧？不然正常美国人他就不会吃这种很烫的，吃到会烫伤，那个责任就比较大，对吧？但是问题是这样就比较大的损害了小笼的口感。是，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跟他说这边的麦当劳的炸鸡是非常好吃的，他2个眼睛睁得老大，说什么麦当劳还有炸鸡吗？这个在美国没有啊，在那个泰国也没有啊。我们觉得下一次应该大家去尝试一下这个在马来西亚25令吉5片的这个热腾腾的麦当劳炸鸡真的是超好吃。是 OK，这大概就是吃吧。还有吃它的感叹就是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他经常说的就是你们在这里吃一桌，我在美国的话，我可能就是吃一个菜，然后在泰国的话也是要比泰国要便宜大概1半到1/3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因为泰国它整个来说的话，一份上来是很小的。可能他要吃上2到3份才是马来西亚一个正常的 regular size 这我也记得，他说泰国的这个菜量不大啊。对，
所以来到这边真是乐不思蜀啊！他在吃的方面，到大马来玩就是以吃为核心，我觉得这就对了。住但是可以大说特说了吧？哦，对，他一直拿这边的住到我们家了以后，他就感叹说，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建筑质量实在是太高了，民用建筑的质量实在是太高了，不论是从这个层高，还是从整个的建筑的用料。跟他所在的这个清迈是不好比的，因为他自己在清迈有置业，他有置业了2套，应该是泰国的顶级的，应该是超一楼级别的这个建筑开发商他们所建设的 condo， 但是这个质量非常差劲。对，就隔墙这个距离没有，就是不是那么厚的墙，然后也一不小心居然又碰到水管了，说明他那个隐蔽工程和这个墙面之间也没有做很好的隔阂。对，那早上我也问他，我说你看啊，这里的冷气，然后像热水器，所有的强电啊，都有单独的开关，应该很安全，也很方便嘛。他说这个没有的，在泰国都不是这样子的。对啊，那他当然大书特说，他说像我们的通常来讲，马来西亚各个花园里面的这种公共的面积，各种 facility 啊，给到大家提供的也都是很好的、很大的。对，他那个设计，他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像泰国 condo 的公寓的走廊啊，它并不会像我们这里设计的是通风的，对，然后光线非常好，令人愉悦的空旷，就是它那种感觉还是逼仄的，可能有一扇窗，但是没有会带来说这种 breezeway， 就是你在穿堂风的那种感受。是的，对。然后我们的墙顶啊，也好像会这个高很多，更高嘛。我们自己也去泰国旅行的时候，住泰国的这些建筑，你也会感觉泰国那种层高非常低，整体的感觉就有一些像日本那种公寓的那种压迫感，对不对？是你即便想买大一些的房子，它那边有稍微大一点的，但是呢，就房型就没有这么好了，不像总体overall 来讲，这马来西亚的住宿的条件和你花一样的钱获得的回报，那个是要比泰国他觉得要好得多。对，而且在住的方面，他还跟我们比较了，就是马来西亚的电费。虽然我们抱怨说我们的电费会比较贵啊，对，他说你要知道我的房间的 size 只有你房间的多少他们就是我看啊，对他的房间差不多是我们的1/5，他买的不大的嘛。对，那他一个月用掉了是400多度，花了2000泰铢。对，我们家差不多花了1000度，但是呢是500马币。那么我们算了一算啊，基本上就是在泰国的话，还是要比我们家如果都花1000度的话，总是电费还是要贵上30%-40%。对，这我算的啊。那就说明我们这个还比较便宜了。对。然后说到住的话，我觉得他还提到了一个我们曾经没有想过的，我们总以为泰国跟马来西亚的天气条件是差不多的嘛，但是其实听他讲起来，像清迈这种所谓的就是内陆的山区哦，它每年有2-3个月的这种空气质量特别差，而且特别高温40几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对，高温就会引致这个清迈远处的山上的这些绿化植物啊，会引起森林大火，然后就会造成清迈里面的空气会非常差，整整2个月左右。对，温度又很高，而且呢会很干，皮肤就会发白。对，每天他说那个润肤露要涂2遍。对，那等到大雨的时候，又有可能会有泥石流或者一些山体上的那个问题很麻烦，会暴雨。如果你是 landed property， 就有可能会有淹水，有各种问题，那个挺麻烦的。所以他每次是避开那个每年3到5月份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糟糕的气候，回到美国去居住。但是他的妈妈因为在那边养老80多了，他甚至就是想在那段时间让他的妈妈来到这个我们这边马来西亚的这个金马伦高原。咦，我怎么说我们马来西亚？来到美丽的马来西亚来度过这2个月，所以我觉得整个天气啊，还有这边民用建筑的质量，也是令他非常震撼的一个点。是，那这个住看来真的是有还有租金便宜啊。蛮大的差别，租金便宜，没错，就是基本上他那边的，他因为他买了2套，租了1套嘛，他说他那边30套的面积是37平方米的，大概是400 square feet 这样一个大小的一个 condo， 它的租金基本上就跟我们现在租1500 square feet 差不多。那是差了好多，而且它是在清迈嘛，小好多了，对不对？对啊，那这个看来生活成本差好多。虽然说东南亚生活很幸福，这在不同的地方差异还蛮大的嘞。对，而且它还算是清迈哦，又不算是泰国的曼谷的一线城市，那个就更贵了。你要是在曼谷就更贵了，对不对？对，顺便我们还说了一说天气啊，我觉得出行倒是说不上太多。总体来讲，大马的他会觉得说他不会在泰国考虑要去买车，因为泰国的油价是非常高的。对，泰国油价是比较高了，所以它整体的出行费用会更高。当然他住在清迈了，他
拿清迈和我们这里的交通和路况相比呢，当然会觉得雪龙区要更好一点。对，好得多了。他甚至说，就是我们这边的感觉呢，就像是清迈和上海的一个混合的当中的一个平均，对吧？既是绿化成林的清迈的这种森林的都市的感觉，又是上海那种摩登大都市，你能看到造的非常漂亮的写字楼，所以它是一个很秀丽的奇异的组合。从便利程度上还有一个差距，那是因为语言所导致的。对，就像很多我们看到的评价，马来西亚都是语言天才，就马来西亚人一直有一个叫语言小天才的这个美称嘛，这不是盖的哦。人均4门语言。对，尤其对华人来说，这4到5种语言可能很正常。首先是英语、马来语、华文，然后还有一些福建话了、客家话了，对不对？基本上还有广东话。那在这边的话，英语又是非常的流行通用。你在政府，我们2个在政府机关办事讲英文都可以畅通无阻，跟普通人对话讲英文也是七七八八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但是对我们朋友来说，他生活在泰国，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体验，因为泰国人他懂英文的太少了。对，就基本上都只能用泰语来交流，华人也是不懂这个中文的嘛，基本上很少了，就会的是很小的一个比例嘛。对，然后我朋友虽然在学泰文，但是他跟我们讲泰文太难学了，这玩意儿学了已经半年多了，象形文字好像学起来有难度，没有什么长进。不像这边马来语的话，它也有一些大量的这种外来语构成的词汇，你就是比如说 pharmacy、university， 对吧？你看一眼，你大致能够猜出可能这是什么地方。你在泰国是无从猜测。主要是英语的使用非常普及嘛，对他来说就如鱼得水，对吧？那他在泰国只能用简单的 can、cannot、finish 这些，那别人才听得懂。如果你加上了时态啊，加上了语态啊，加上一些复数啊，就好像就更加难懂一些了。至少在他生活的周边是这样子的。对所以他也会判断，哇，大马生活方便程度大大增加。还有什么？我觉得他给我们的评价，他在吐槽一点，就是泰国这个地方，它可能不是一个工业的国家，它和马来西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讲说，你装修的话，其实马来西亚本地有大量的家私厂，还有这个就是这个 timber， 就是这个木材行业也很发达，对吗？所以你如果是要进行一个家庭装修的话，你直接就可以在马来西亚买到这些板材，然后请到设计师给你，还是比较 efficient 的能够装好一个家。但是他在那边他自己装修，还有他朋友装修，整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泰国它本身的这种工业，不论是从油漆还是从板材来说的话，它本国都没有，全部要靠进口。然后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一些这种橱柜的板材要从美国进口，但是泰国人的工作态度，他认为是非常的不佛心，就是说的误差特别大，所以到他们家里面一个简单的柜门量错3次，3次从美国进口定做过来的板都对不上。对，最后一次拿了3块板来，居然没有1块是安装得上。对，而且一来就是好几个人，甚至于10个人，就干一个简单的活。对，就是装一块门，可能就是10个人分配，然后其他人在旁边围观，就这种让我们觉得很匪夷所思的这个装修的情况。我们觉得在马来西亚可能不会这个样子。对，我想就是人的个性上，我们待会儿可以评价一下。我觉得做事上应该不至于这样的讲好听啊，叫佛心嘛，我们一直讲。但稍微如果我们严苛一点的话，就相对比较潦草。那么还有我今天听到他提了一点，就那边他装修的时候想要去选择好一点的那个油漆，就环保漆的，没有气味的，好像已经选的最高档的都是选择不到。对，我们也觉得很纳闷。我觉得在大马应该不至于这样。我说你真的不能买到像那个Nippon Paint 这种外国品牌吗？因为他的反应很奇怪，他说你要知道这些外国公司、外国品牌也是要赚钱的哦。泰国的这种标准定得很低，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标准 downgrade 到泰国的标准。所以像他那个在室内涂的那些油漆，他感觉是非常刺鼻的，非常难闻，有毒有害的那种感觉，他感觉非常不好。好，那就刚你讲的这个做事的方法，我想很难比较吧，但是可以稍微展开比如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让他当时大跌眼镜的，就在买房的合同上看到前后2页写的是不一样，一样的内容写的不一样，跟别人指出，别人也就马上用笔涂一涂，帮他就改一改就好了。这个房产经纪然后卖家都是这样的，觉得 OK 啊，可以接受啊，我帮你弄好就好了。这样他感觉做事非常潦草。对，那个心很大啊。最后我想请大家也可以 comment 一下，因为我一直来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就如果说在大马，你什么东西让你感觉，怎么会是这样的话呢？有一点点像是，刚才我们讨论的这种潦草啊，对，就是，但是他有了泰国的案例之后呢，我就很确认。大马人做事一定没有泰国人这么的佛心还是比较认真的。
我最近记得有一个观众留言啊，他也说我们大马人做事有一种文化现象，叫做滴答吧，滴答是 no 的意思嘛，爸是 what 的意思。我不太懂什么意思，但我感觉他好像上升总结到了一种高度，好像是容错率，还是说允许大家在错误当中学习啊？我不太懂。我有这种感觉，你比方说时间准不准时啦，大家办事和对与错啦，然后面对问题的态度啊，他可能我没有说是不好的，而只是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吧，有好有坏。我以前听有一个人讲印度办事也有一个什么词，它就代表你在混乱中自然能找到一种秩序，一种有序，还挺有趣的。但是我想是在这边请观众朋友们给我们这个美国朋友出主意啊，因为他们作为美国人的话，每次来到马来西亚的这个旅游签证是90天的嘛，有没有其他的签证，长期签证就是可能是在180天左右一次的，像他这样的美国人可以申请，因为他确实是非常喜欢马来西亚，可以再考虑说以后把1年1半的时间留在马来西亚。对啊，他来了几次都想能够有机会常驻马来西亚啊。对，但他又不想去办现在需要买房置业的这个第2家园签证，有没有什么办法？大家能帮忙支招吗？对，我只想到一个朋友们，就是在如今的情况下，就考虑一下东马的第2家园。我也想不知道正规的或者更多的渠道是什么，大家也可以如果了解的话 comment 一下。对，我们也想给朋友来收集一些信息，供他进行决策。好的，这样，拜拜。